今天是我们物美课第一天，那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张吉娜。那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张吉娜。这边是张吉娜的那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经历哈。好啊，那我觉得就是我知道，其实你们的眼神都透露出，其实你们都认识我对吗？而且都在 YouTube 上面看过我非常多次了啊。那当然我就是非常感谢，因为其实就是因为透过 YouTube， 大家很多同学认识我之后，会来到我们的教室来做进一步的上课这样子哈。我从事美业大概15年以上，那我的学生人数呢，讲真的可能超过1万人以上了，我自己都没有数不清楚，而且我在路上遇到学生我都认不出来哈。好啊，那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这些美业的老师呢的一些累积经验的方法，无外乎就是担任评审啊，然后参加海外展演或者是海外教学啊，这些我都做过非常多次，而且我自己都也数不太清楚了。那个大会颁给我的那些奖状，我都把它收在柜子里面哈。这些像这些就是我们去文秀参加比赛或是考试的一些照片哈。那我觉得呢，我个人觉得我跟其他的美业老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我的频道里面呢有300-400部影片，这300-400部影片呢都非常的具有知识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我对美业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贡献啊。好，那这就是我张吉娜啊。那我呢，可以在这3天里面呢，快速的教会你怎么去做雾眉。好，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雾眉，我们要做的是新式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操作，以及我们要去帮客人设计眉形，以及你接待客人呢会有非常多的流程哈，这些我们都会教你。当然3天可以学会，可是呢，你回家也要练习才会做得漂亮。好，这样有了解哈。好，那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章节啊。第一个章节就是我们的同学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学雾眉，但是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上面有眉毛都是什么眉之类的哈，都搞不清楚什么纹眉、秀眉、雾眉。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这些技术理清楚，你才有办法开始做，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哈。第一步我们要先知道是纹眉，纹眉就是大概30-40年前的老技术哈。你在捷运上面如果看到一些阿姨应该是阿姨没错了，阿姨或者是阿嬷他们脸上的那个眉毛是轻轻懒懒的，眼线有点大条，轻轻懒懒的，那个都是比较早期的传统技术那你现在也非常难在路上看到新做好的纹眉。简单来讲就是纹眉就是一个过季的一个技术，现在不会有人使用这样的技术，因为它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其实以我们现代人来审美的话，我们会觉得它不好看。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知道一下。最早的这个技术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是使用纹身机然后它下到真皮层，所以它的深度非常的深，作用在非常深的地方。它使用的色料呢，就是那种永久性的色料，所以阿姨过了30年，眉毛还在那，有点可怕，对吗？然后呢，后期呢，它就是颜色会要透不出来，闷闷的，因为它想要我们的身体想要代谢它，可是代谢不太掉，所以就会变成导致这种闷闷懒懒的颜色，不好看。好，现在我们大家做眉毛都非常怕遇到这一种的，对吧？所以你不会看到有人新做好的纹眉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看20年前到10年前会有这个秀眉的技术。秀眉其实就是雾眉的前身。那我们一开始用纹身机，接下来我们变成使用手工针片，但是多排式的。多排式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是35根针绑在一起，或者是18根针绑在一起的排针去做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作品会做起来非常的扎实，没有通透感，而且颜色都会长一样。而且呢，它的下的层数呢，基本上刚刚纹身机是下到真皮层嘛，这个刚好就是下在一半的地方那我们这个雾眉它刚好就只有下在表皮的地方，所以这3个下在皮肤的层数刚好是不一样，最深、中间，这是最表皮最浅，这样它就是它的差异然后再来就是技术的演变时代与技术的演变，这样了解好，那我们这个雾眉呢，就大概是在10年前左右开始流行那我们现在所做的雾眉都会看起来比较清透。你看这个作品3个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很扎实很饱满，你就说老师有些人就喜欢这个，比较少数啦。现在比较多人比较喜欢这种自然清透好看的。好，那我们就要来讲解说我们喜欢的这个雾眉它有哪些优势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就是因为它有市场优势嘛，对不对？市场需求非常广。说真的，男生适合女生适合做，男生适不适合做？其实也适合，你只要把颜色换了一下，一样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款睫毛，其实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它要做出渐层的感觉。所以无论你是大条的眉毛或是小条的眉毛，
基本上不管选择哪一种颜色，只要可以做出渐层，基本上就是一个好看的雾眉，好，而不会是像我们刚刚你看哦，像我们刚刚这个全部颜色长一样。就只是关心眉形好不好看而已哈，所以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是可以做雾眉，它需求量非常广哈。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说男生会想要做吗？真的很多男生要做吗？很多，现在非常多男生都很爱漂亮。然后他们也会希望呢，他们的眉毛，因为其实很多人眉毛都是往下长的，或是眉尾都是散的，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他是散的是比较容易散财的，尤其是男生，他们都会希望守住财库。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女都可以做，而且市场非常的大。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就是它就是自然通透，有渐层感，这个你们看照片就知道，其实有看过，其实现在雾眉做得好的蛮多的啦，就是作品非常多，这个已经在市面上包含很多客人，其实都已经被教育过了，他们就知道雾眉新式的雾眉就是好看，就是自然，然后再来。就是这边要特别去讲一下后面这3点哈，我们操作在皮肤，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它操作在浅层，所以因为在浅层，所以比较不会那么伤我们的皮肤，然后再来后期不尴尬，你知道早期我们在做眉毛，是不是大家都很怕变蜡笔小新，对不对？好，这一款就是不会变蜡笔小新，有没有听到这里就老师我想要付钱，我想要做了都是这样的。再来修复期非常好照顾这时候你们也一定要了解，因为你做完客人之后，你就要跟客人讲说他要怎么照顾嘛，对不对？非常好照顾。客人第一件事情一定问你说，老师，请问可以洗脸吗？可以，可以早期的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些都是节后加节后加会带走比较多颜色节薄加我们这个操作的会节薄薄的，甚至没有加然后它会带走比较少的颜色，后期带走比较少颜色。这边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有听懂可以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什么人呢是适合做眉毛的稀疏的人，你们有稀疏吗？笑了眉形不明显的人或者是眉毛下垂的，没有眉尾的下垂的，那甚至眉毛上有伤疤的，也可以做只是说它在有伤疤的那个地方它是比较不好上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等一下会教2种手法，我们还是会有某一些手法针对比较难上色的，慢慢做还是可以有的。所以有伤疤的人，导致缺块，他还是做上去会比较看起来眉毛会比较一体也会比较好看那你们有看过有断眉的人吗？有其实断眉好像是对他本身的运势非常不好，所以如果有断眉的，一定要赶快把它补起来会比较好一点。这边顺便送大家一题帮人家做眉毛，最少要跟他，就算是你的好朋友，也要跟他收一个小红包，因为我们帮人家做眉毛，就是在帮人家改运你改运免费做等一下你的不好的运气都跑到你身上散都散不掉。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按摩的他们都要抖一抖，把身上的那个人家传给他的都赶快把它抖掉我们做眉毛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眉毛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一种流传，就是说我帮你做眉毛，你最少要包个红包给我，哪怕你给我2块、5块、10块都没有关系，你就是要包个红包给我，不可以免费做。这样听懂就是因为这个牵涉到就是我们有稍微帮他改运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其实男女统统适合做。凭良心讲，现在做的男生真的很多男生现在也越来越漂亮，日渐。我觉得男生现在喜欢爱漂亮的不输女生我这边非常多男生做眉毛的客人，我非常喜欢做男生因为我觉得男生很好沟通，女生要的很多，可是其实女生比较懂，你比较可以很快的知道她想要什么就给她。男生通常都是没关系都给你弄更快所以我蛮喜欢做男生的好，那什么人不适合做操作糖尿病的人不能做，因为糖尿病的人呢，他就是血液有可能比较不好凝固，然后伤口呢可能会好的比较慢，那就会有导致细菌感染的疑虑那细菌感染讲到这里呢，还是不会怕然后我的下一句就要讲上，你就会怕如果细菌感染再严重一点，导致蜂窝性组织炎那就糟糕了。所以糖尿病患我们还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可能先不做这样好，那再来蟹足肿的人呢，也不可以做。蟹足肿基本上就是一种皮肤上的疤痕增生那我们毕竟还是有做一点微创如果假设他整条眉毛做完稍微肿起来了这样其实是不一定是好看的，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蟹足肿的话就先再看看这样我个人是觉得先不要了那再来孕妇孕妇也是不要孕妇我还是觉得说因为是妈妈嘛，因为妈妈孕育下一代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等她生产完来再来做就好了这样这3个没有问题。再来下面这2个就是过度完美主义者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过度完美主义者，你要先跟他事前做好一些沟通，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眉毛绝对不会两边长一样。那客人往往他就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帮我画两边都一样。那其实就算我2个眉毛一模一样的给你直接贴上去，你也会长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整个眉骨头这个眉骨跟这个弧度两边的弧度其实都会不一样，包含我们的肌肉，像有的人这边肌肉比较发达，这边肌肉比较不发达，或是这边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正常来讲，你就算画一模一样的眉毛，放在它两边，它也不会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能做的只能做就是让它又透过画的方法，让它应该是这样讲哦，透过画两边不一样，让它看起来两边好像一样，所以不可能一模一样，只能看起来很接近。这样听懂哈？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过度完美主义者他就觉得不对啊，这样，他可能如果在沟通上面没有办法理解的话，我们就可能先 pass 这样。好，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个只是说你们可能也会跟一般客人一样，会觉得说就两边画一样就好啦。你要知道，如果你看起来两边是一样的，那其实真的去看它的细节，其实两边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骨头跟转弯处，其实我们的脸不是平面的，是有弧形的，也有肌肉的，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画一样的，只能画让它看起来很像一样。这样有听懂哈？好，再来，未满18岁的不可以做哦。未满18岁为什么不可以做？没钱。没有啦，没有啦，还是可以做啦，就是未满18岁的你们什么你知道？未满18岁是妈妈要同意就可以做那如果他妈妈没有同意就不可以做，这样知道吗？因为要未满18岁是这样如果你遇到这个，就是跟他讲说，你妈妈有同意吗？要不然你把你妈妈的电话或者 LINE， 我们跟他联络一下或者什么，这样取得家长的同意很重要好，这边就是把严重的不严重的都跟你讲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3天我们要学的技术就是这个手工精致不结痂雾眉那我们会使用的呢是比较小的针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绣眉是用一些排针比较多根的针，那我们现在是精致雾眉，所以我们用的针数会比较少。对于我个人觉得针越少，对新手同学越友善只是说做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做的速度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越精致，所以为什么现在的雾眉可以收比较多钱？以前传统的2-3千块就有啦，当然用排针做很快呀，对不对？1个小时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的精致雾眉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2-3个小时都有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使用3元针加5元针，并且用点刺盘的手法下去帮它完成这个作品那第二个我们会教的是机器精致不结痂雾眉。你就说，我觉得用机器做应该就是这样，应该就是会有很多皮创结痂，并没有我们做的是精致的手法，这个做起来会比这个再慢一点，因为这个呢我们会使用单根的针那我们会使用欧盟认证的一体式全抛机，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现在的机器基本上最好要通过那个欧盟认证，因为要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机制那它会搭配这个弹簧针晚一点呢会再帮你们去跟你们说什么是全抛机、半抛机，还有电流仪，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电流仪那晚一点会继续帮你们讲解机器的部分，我们先讲解我们要学的东西那这时候就有同学问我说，老师我看你网页上我们有加结痂雾眉、不结痂雾眉，那我们要加结痂的吗？结痂雾眉比较不那么难，非常简单。不是我随便，是我稍微跟你讲正确的怎么做，你只要做不正确就变这样。结痂雾眉 ，OK， 所以我们还是会教啦只是说不要紧就是这个结痂雾眉就是传统的技术我们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就好。所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我们要练我们的精致手工雾眉，以及我们的精致机器雾眉，这样了解，通通都要不结痂的哦。好，等一下我们休息5分钟，想上厕所的赶快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的呢，马上回来准备一下我们的眉形练习簿、自动铅笔、橡皮擦还有尺，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眉形设计。眉形设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眉毛里面最困难的呢就是眉形设计。我们要在纸图上把眉毛画好，我们还要在假皮上把眉毛画好，最后呢我们要在真人上面把眉毛画好，这3个是非常越来越困难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练习在纸上把眉毛先画好那休息一下5分钟，赶快准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
我是君娜，我们下回见，拜拜。